没劲儿回去歇着吧，这里不用你了。哎，老板，因为这几天很热，我儿子他都睡不好，我要钱给他买个风扇，可不可以让我盖下去？你有钱不如先还给我吧，还想买风扇？你老婆的医药费啊、殓葬费都是我垫的，看你那副德行，一辈子都还不完了。还要自己不吃饭，供儿子读贵族学校，我儿子也只是读普通学校，有什么分别啊？也不是，不过是想让他读好一点，不想他将来跟我一样嘛。那你也要有能力才行吗？我觉得他能力很强啊。我说的是你，你只是个散工，凭什么？你怎么顶啊？顶得了？你顶不了。顶得了？你顶不了。顶得了。去逼走找水泥地。谢老板。你想死难道不让你死啊？去。为塑造农民工外形，周星驰长时间户外暴晒，刻意晒出粗糙黝黑皮肤，减重消瘦，保留长期劳作的单薄肌肉线条，反复观察工地工人发力姿势、走路体态，打磨所有肢体细节。他拼尽全力，不只是为保住这份微薄薪水，这份工作是自己和儿子全部的收入来源。一旦丢掉工作，父子二人本就摇摇欲坠的生活会直接崩塌。所以坡道不只是工地简易通道，是他拼命想要翻越的生存门槛。夜幕笼罩满目狼藉的拆迁废墟，周铁骑着单车穿行碎石瓦砾，回到这栋残破不堪的危楼。他带着儿子小迪心心念念的电风扇。小迪独自躺在草席上，饿着肚子，正在等待父亲回来。当看到是父亲回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父亲尽快做饭。为了给儿子一个惊喜，他吩咐小迪转过身去。干嘛啊？哇，电风扇哎，真的还假的？太好了，我们家终于有电风扇了！哎，你先坐好，快点开，我要扇。老爸，这个电风扇又是你捡回来的？我买的，好几十块钱呢，这旧风扇。你是不是又给人耍啦？不会，我买的时候还是好的嘛。哎呀，怎么好端端会爆了呢？你大爷啊！你做事机灵一点行不行啊？谁是你大爷？你说什么？是我同学。你大爷是你同学？我们虽然穷，但不乱说脏话。我们不去偷，我们不去抢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我们不会拿。你要努力读书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啊，我呀，就是小时候没有书念，所以现在跟不上时代。他坦言自己年少失学，一生饱尝没读书的苦楚，寄托全部希望，叮嘱孩子努力读书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夜晚，小迪伏案认真写作业，身后的父亲正在准备晚餐。衣食拮据的底层父子，物质一无所有，可父亲一刻不曾松懈对孩子的品德教育。镜头切换到日常餐桌，餐桌上只有青菜剩鱼骨，父亲细心剥好腐烂的苹果。小迪迫不及待想要品尝水果，被父亲温柔制止。今天我们吃苹果啊？对。等等，吃完饭再吃水果。哦，对了，老爸，我的运动鞋又破了，你再补一补吧，最好再捡双好一点的，不然要罚站。知道了，我尽力吧。嗯。哎呀，还在吃饭呢，打什么蟑螂啊？吃完饭再打。哦。哎，哎，哎哎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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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戏份也是周星驰自身观念的投射。他出身贫寒，明白底层小孩极易误入歧途。比起财富，端正的人品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最大的底气。很多人只看见长江七号的奇幻科幻外壳，却忽略电影本质是一场底层父亲笨拙又深沉的育儿独白。镜头以框架式构图切入昏暗的陋室，破旧的房屋逼仄潮湿。二人坐到厨房灶台前，墙壁上爬满蟑螂。小迪率先伸出手，精准拍落墙上的蟑螂。父亲竖起大拇指，轻声夸赞。紧接着，父亲抬起长腿，仅凭脚掌轻松击落蟑螂，动作潇洒利落。小迪转头看向父亲，两人击掌回应。喧闹过后，夜幕沉静，小迪依偎在周铁怀中沉沉睡去。周铁给不了孩子锦衣玉食，却教会孩子堂堂正正做人。纵使身处泥泞，依然仰望光明。这便是长江七号最动人的温柔。